大家好，我叫阿水，我是在新加坡生活的华人，然后我老家呢是东北的，所以海外呢不光有华人，还有华人嘛，华人，哎对，是这自己人，新加坡那边的华人也看咱中国的综艺的，啊。但是追的不勤了，可能会有一些滞后。咱这边的很多梗啊、流行语啊，传过去可能都成老梗了。但是我们也很爱看，很爱看，因为质量都很好，很精彩。怎么说呢？奥利给啊，形容一种酷毙了的感觉啊。包括单口喜剧综艺，我看的比较晚。这么说吧，现在海外网站上我看得到的几个国内脱口秀新星。现在他们在国内已经看不到了，他们现在在海外正当年，或者说国外乱了。我的生活前几年也比较乱套，工作方面啊，在海外被裁员了，就是国外有些公司他们裁员不提前通知的。我那天还正常下班呢，我看到 HR 在那儿突然加班，我说那我就先走呗，啊。果然，第二天一早收到公司 CEO 发给全公司的邮件，开头第一句 ：“It is a hard decision。”我这一看呀，是来硬的了。确实是能先走了，是吧？当天就被裁了，当天被裁的。跟大家说一下是啥公司吧。就国外那种一创业就要做什么全球化的公司 ，global company， 哪有那么 global 啊？就自己一网站做的高大上，啊，贴一堆外国人，4个人恨不得凑7种肤色，那几个人假装对着一台电脑工作是吧？那个话外音也很应景 ，We are future maker, we are problem solver。We work together because there's only one computer. There's only one. 一台电脑可不就 work together 吗？当时在海外接着找工作，挺累的，就是要接触各种 HR，就是刚被一个企业踢出来，你要再听新的 HR 宣传他们那些企业文化，我心里就俩字儿：忽悠。接着忽悠。我当时面试咱国内大厂在海外的部门，啥公司我也不说了，反正那 HR 说话挺有范儿的，感觉每个字都有节奏啊，非常感觉在跳动啊。当时那 HR 是这么跟我说的，说你要加入我们，你还是要融入我们的这种文化，也就是我们的 culture。我说请问是什么 culture？他讲，我们的企业员工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谦虚，Our people are always humble。你们知道什么人不这么说话吗 ？Humble people。你们公司这么在意 humble 吗？要人谦虚，那我加入你们，我可以玩命谦虚，对吧？老板问阿水，这个东西加班能不能完成？我说我哪有那个能力呢？我以后交简历，我就交一份谦虚的简历。编程不会，英语不会，面试官说不会可不可以学？我说我可以学，但学不会。我不是说 HR 的工作不好，大家都是工作。我烦的是有的企业他那种拿腔拿调的，就是招你还要教育你那种姿态，就是你也不知道他是在给做公司宣传还是找你捐钱。那到你面前就加入我们。你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，它是一段 journey， 它是一种 mission and vision， 还是一段 yeah。你说这跟 HR 聊天，你能没有格局吗？是吧？他跟我聊的都是 What's your 5-year plan？ 你的5年计划是啥？我回家心想，我这劳务合同也才3年呢。跟这些 HR
面试的时候也不知道咋唠，挺累的。当时就特别希望学我东北我爸那样，就是在酒桌上都自来熟，能拿捏一切住场面，就是自信，对吧？一般一个老妹儿先把酒杯拿起来，有没有大哥讲两句啊？我爸拿起酒杯来，行。这老妹儿，你把酒杯拿起来，拿起来。酒杯里呢有酒，我喝了，你随意啊。我这人咱说就是好使，咱哪天咱能安排啊？那这个面试场面就会像现在一样，没有人敢说话。你感觉大哥没说啥东西吧？但是感觉大哥有东西。我面试的时候我就拿出这种自信，我面试的时候我就这么自信，谁还敢小瞧我？那 HR 拿起简历来 ，Can you introduce yourself？ 我说切。那 HR 老妹儿，你把我简历拿起来，拿起来。简历里已经有我一个简单的经历了，我写了，你看不看？你随意是吧？我介绍一下我们东北人，我们东北人好使，咱哪天咱安排是吧？外国 HR 听不懂我就给他解释，好使 ，I'm a problem solver。哪天安排？ I'm a future maker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阿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真友，真正的真，勇敢的友，谢谢大家。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，我还是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啊。我是这个来自云南的这个边疆少年。哦，是不是大家看见了边疆，没看见少年？那除了这个长相之外，我其实最大的特别是我的口音，大家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对啊，我这口音很奇怪，连普通话都说不好。我妈到今天她都甚至不理解我这普通话能靠说脱口秀赚到钱。我妈不知道我选择了多艰难一条路呀。其实我这口音打电话很容易赚到钱的。我这口音也给我带来很多困扰。我这口音给我带来最大的困扰是那个读书背文言文的时候，老师说我的口音话比文言文还要难听懂。记得有回背这个《月牙楼记》，我当时就背我说齐碧渊，先啲子又爱又好像是了爱了。这老师生气的跟我说：“真勇，要不你拿你家乡的方言背背吧，这样至少能保证月牙楼在中国。”但其实造成这口音的原因是我说少数民族话，我是少数民族，而且出生在那种多民族聚集地。我告诉大家，我是那个出生在云南省红河州金平苗族、瑶族、傣族自治县的哈尼族。那在多民族地区生活，真的会显得我们哈尼族很普通。你们听听看，苗族人会下鼓升旗，傣族人过泼水节热闹。我查了半天，我们哈尼族唯一的宣传点叫大年初一不出门。这算什么民族习俗呀？那2020年的春节，全世界都是哈尼族啊？但是很多人对我们这种多民族地区很好奇。之前就有人问我说：“你们那边是不是还有民族住在那个部落里面？”部落，我们那边早就改名了，叫社区。刚改的时候，还有人说要派几个物业来保护我们。我们说好的，我们会保护好这物业。
还有人更好奇啊，之前有人跑过来跟我说：“真有，你们那么多少数民族，小学的时候一起读书，民族之间不会有文化冲突吗？”我小学的时候连文化都没有。所以没有文化，只有冲突。比以前我们的冲突根本打不起来啊，因为我们根本听不懂对方在骂什么啊。除了少数民族聚集地之外，这里还是祖国的边疆边境。我告诉大家，我出生的地方有多边疆。就我出生的老家有块地种成香蕉，这边是香蕉，这边是进口香蕉。就有多边呢？就是我国最著名的那个边塞诗人王昌龄，他对我们来说他是内陆诗人。他被分配到那个边疆，要到我现在的老家，还得再被发配一次。有的人出生的地方条条大道通罗马，我出生的地方条条小路可以到金三角呀。但我特别不能理解的一个点，我今天生活在成都，我妈生活在这样的老家，她特别担心我在成都被人卖到缅北。我说妈，更应该注意人事你吧。我在成都离边界线1000多公里，你在老家离边界就只有1公里。但我妈这个人特别乐观呀，她跟我说：“孩子，我担心啥呀？对面的现在我熟悉了呀，被骗过去了，我骑个摩托车就回来了。”难道那些被骗到缅北的人，他们没能逃出来，是因为他们不会骑摩托车啊？而且摩托车如果在缅北这么管用的话，社会应该给我们云南边界1人辆摩托车，特别是我们那边外卖骑手的电瓶车换成摩托车。哎，没事的时候送外卖，需要的时候过去接人质。到时候我们派骑手打过去了，对吧？对面的人看见我们打过来了，跟他领导在那汇报说：“领导，对面的打过来了，他们派了个团，什么团？不知道，反正他们边跑边喊，赶紧接，要超时了啊！”而且可能是因为我出生在这边老家的原因，我发现每次回老家，大数据对我有偏见，手机大数据对我有偏见。因为我给大家刷到那个境外电信的新闻标题是不一样的。哎，你们刷到的是境外电信就是诈骗，缅北园区有多危险，而给我推送的新闻标题是还在诈骗吗？这就是下场。好，今天讲到这里，现在我是边疆少年郑勇。大家好，我叫陈爱。我是个正常人。虽然医生不这么认为。去年的这个时候，我状态不太好，去了一趟精神疾病医院，宛平南路600号。对，本来去之前听人调侃，我还有点担心，我怕里边的人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，突然攻击我一下啥的。那去了之后发现挺好，他们都只攻击自己，比往时那些人强多了。我刚到，医生就让我做了一套那种抑郁焦虑的评估测试。你们做过那个测试吗？做过。可以多做，能带来一些自信。那是我唯一一套能拿高分的题。而且做的过程很奇怪。虽然说它是那种专业的心理评估，但所有答案都让我凭感觉自己选，再根据这个结果开药。这么草率吗？那种感觉就像问你有病吗？我说有，就确诊了。这也太尊重我的意见了。我觉得一个有效的检查应该是没法人为控制的，比如验血、CT。因为一旦能控制，我就很难正常选择，而是开始衡量利弊。比如有一道题，他问你是不是觉得活着没啥意义，就很难选，选轻了不值得来一趟，选中了走不了。累
类似这种问题很多，整个测试给我感觉好像就是，只要你觉得自己有病，总能查出点啥。所以我给这个地方想了个宣传口号：来精神疾病医院，成为你想成为的人。测试的环境也不好，之前我在其他医院做过，它有一个专门的小房间给你答题，但那个医院患者太多了，很多人领完测试只能在走廊完成，走廊很吵，我旁边的人为了不被干扰，只能把所有的题目和选项大声读出来，成功干扰到我。有好几道题我是跟着他选的。最后测出来结果，我不但有抑郁和焦虑症，还有一点轻微精神病。我就知道他有病。不，其实是我有。我的症状是，脑子里经常会出现很多不同的声音。你以为我现在在讲脱口秀？不，我在办春晚。我确实有一段时间严重到出门都要告诉自己正常点儿，但这样不会让我放松，只会更容易说错话。比如之前有一次我去买奶茶，还没到店里我就开始想要说什么。你好，来杯奶茶，凉的、热的、热的，微信。准备好了，我到那儿我说你好，来杯奶茶，他居然问我要大杯小杯，这句没练过呀。但我跟自己说没事，你可以的。现在正常人该问什么？大杯多少钱？小杯多少钱是吧？但我太紧张了，问成大杯小杯啥区别？说完我就特别后悔，因为我发现他在用一种看智障的眼神看我，说大杯大一点，小杯小一点。这是我之前写的一个段子，那个时候我还不敢面对自己的精神疾病，所以到处说我社恐。但人家社恐只是害怕社交，也不是脑子有病。但我当时觉得应该没事儿，反正社恐也不会当面骂我。但其实我也没觉得自己多不正常，我觉得不正常的是你们，只是你们人多。我懒得计较。而且虽然你们现实中人多，我脑子里人也多。我只是在外边收着，有时候也会遇见一些人跟我说：“没事儿，你放松点儿，别太紧张。”我心想：哼，我放松，就该你们紧张了。而且其实有精神病这件事儿，我之前也不太敢说，但直到这2年。环境好，大家都疯了。我也没想到一个神经病还赶上了好时代。天知道我这一刻等了多久，因为我10多年前就是这样的状态，我当时觉得永远不会被接受了。直到这2年。我听到一个声音，时机到了。原来我不是风，我是先锋。我甚至都看到希望了。他们说信息时代人也更容易抑郁，也就是你们也会走我走过的路。你们加油吧。反正早晚都得疯，别错过这个风口。我在未来等你们。被确诊精神病这件事儿，最糟糕的是，它会摧毁你一些对于现实的认知。就是有些事儿你以为发生了，其实没有。比如你们生活中都有一些幸福的时候，升职。旅行、恋爱，但如果跟你说这些都不存在，是你有病。
是不是就有点恐怖了？对，其实我这个表演也不存在，是你不开心把我想出来的。你可能会想，不可能，你讲的又不好笑。不是我不好笑，是你想象力不丰富。没事儿，我想象力丰富，我已经想象你在笑了。怎么样，先锋吧？讲这，谢谢大家，我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简七，我是一个东北人，我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小县城抚顺。我觉得出生在小城市，你就很难介绍自己。别人问我家在哪儿，我说辽宁，他说辽宁哪儿，我说抚顺，他说抚顺在哪儿，我说离沈阳很近，每次都很繁琐，所以一般我会主动说我是辽宁沈阳抚顺。我是辽宁沈阳抚顺，我是辽宁沈阳抚顺，直到一个南方哥们儿紧紧握住我的手，他说：“你好，抚顺。”你好，抚顺，我广西南宁李坤，你好。我听很多小城市的朋友跟我说，基本上在小城市出行就是招手打车嘛。出租车也就只干2件事儿，就是拼车跟拒载。有一次我坐在副驾，他车一停，问路边的人说走吗？路边人看了看，我说车里有人啊，摇了摇头。他这一摇头，司机就骂一道，就在那怎么这么事儿呢？有人怕啥呀？他是死人呐！我说。非常野蛮啊！有次我打车这么一挥手，同时停下来2辆出租车，我还没说话，他俩自己就吵起来了。一个说我都停了，你还停啥呀？那个说我停你爹身上了。怎么你停了我就不能停呢？我就在那站着，别的空车经过我也不敢招手。我就只能在那等待，在他俩当中等待一个更强壮。给另外一个车吵走了之后，我隔着玻璃问胜利者的师傅，我说师傅，我去火车站。他说小伙儿，我不去。也没有共享单车，其实投放了一批共享单车。一夜就没了，全让老头老太太拿走卖铁，太快，就一夜。哈喽单车拜拜了。你们想象那个场面，就老太太把车架子敲成铁皮，放自己车筐里，骑着去卖铁。我们总说做事情要打破框架。他们打破的很彻底，他框是框，架是架。老头骑这个3轮车出来了，给这个后备箱装共享单车装这么老高，就你光看他那辆3轮车，你是分不出来他是要偷窃还是要投放的，你知道吗？我那天晚上迷迷糊糊一出门，哎呦，穿越了，那大道上拿铁棍搁那撬。拿小锤搁那敲，太震撼了，全民运动。我说怎么了？又变刚了啊？那边老人就是非常的自由啊，什么也限制不了他们，宗教也是，他们信的也不是正规宗教啊。好多老人他信教是因为他们到岁数了，准备上天堂。信别的就很少，你要跟他说轮回，他就说轮回我就不去了。宗教这儿不让干，那不让干，他们信教的主旨就是我都能干，因为我能忏悔。所以你能看见一种奇观啊，就好多老人在教堂门口打牌。哎呦，这帮堕落天使啊！
打1个礼拜，进去做1个礼拜啊。那话你都没听过呀，主啊，我忏悔，妈3拜1出早了。也没有什么文化氛围啊！我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那种假书壳子，就一般是这个饭店、酒店大老板办公室做装饰用的，就摆在架子上，里面是空的那种东西。我第一次见假书壳子，是在我们那儿的图书馆。我说这个地方到底是先有的假书，还是先没的文化？你们能想象吗？一个个嗷嗷待哺、渴望知识的青年，翻开书一看，我文化了啊！我还上网查了一下，这种书它叫仿真书。哎呦，你听它这个名字啊，仿真书。我从小就对真假这种定义非常的清楚啊。我小时候也穿一些高仿的鞋什么的，我同学就指着我，他说：“你这个鞋是假的。”我觉得真假你也得看哪种维度吧。在你那儿它是假的耐克，在我这儿它是莆田正品。但是仿真书啊，它都不是书，它是纸壳子。你让老头老太太知道了，来了全给你拿跑。比在图书馆放假书壳子更诡异的是什么？是这个假书壳子，你能借走。当他跟我说这书啊，你最多看30天的时候，我都有点入定了。我说这里面他该不会有字儿吧？老师问我看没看过《红楼梦》，我说那打开里面一场空啊。我还看过吗？我都看透了。讲到这儿吧，谢谢大家。嗨，朋友们啊，非常开心的大演出，我叫于博，来自一个教育大省，黑龙江。可以，鹏哥接着释放吧。老七讲什么辽宁抚顺东北小城市，我说他妈这不纯南方吗？当然，教育大省不是空穴来风。各位，我知道这2年互联网对黑龙江刻板印象很深，东北小孩抽烟喝酒打架混社会，往那一站就是松柏欲盖弥彰。黑龙江是全国最重视基础教育的地方，拥有全国最高的高中就读率。各位可能不知道，比北上广深高多了。我们家小城市60万人，7所高中，没有中专和技校，每个混混都有文凭。你去看每一个打你的人，都会3角函数。你知道学那有啥用？我说看那香港电影《古惑仔》，我说这里边但凡有一个黑龙江人，一眼就发现了。那大哥说，给这个人给我扔海里淹死之后沉了。大哥不行，因为浮力公式 F 等于ρ略 G 为排，淹死就飘了。重视教育，读书改变命运这个观念刻在我们骨子里。从来不掩饰读书的目的，很直接，很夸张。我们当时高中班级直接到班级名字就叫清北班，清北班，太直接了。这和那种衡水中学不一样，人家不叫，但能考上。我考不考上别说，我们就叫，先叫，先叫的人先享受清北。但这个名字太重了，老师第一天就会拿名字骂我们，往那一站，很刻薄。30个人，你们30个人在这个班级呀，就必须上清北。
谁不上，谁是班级的失败者，是 loser。但那年清华北大纯裸考在黑龙江就招20人。最好情况，我班得含泪开那么10几个被迫上其他985的 loser。这种班级太吓人，为了清华北大布置各种各样标语，奔清北、梦清北，整个班级布置的和那个清华北大主题乐园似的。每个人的成绩和分数线的折线图，给饮水机取名叫未名湖。在这儿学习，批卷不敢使劲儿，得清华。天天在乐园里边学习学懵了，说一会儿6点半有没有校长坐着花车游行啊？没有，这个名字很重，老师会拿这个名字骂我们，很多事儿干不了了，玩手机什么的。你们这几头烂蒜考清北，那清北学生会玩手机吗？啊？清北学生会谈恋爱吗？啊？那清北学生会说话吗？你也不知道是骂我们还是骂清北学生。往下边一坐，我都纳了闷了。我说他们到底会什么呀？这群不会玩手机的单身哑巴。高考那年确实失之交臂，没考上，因为自己会太多了。被迫在上海同济当了4年 loser 啊。哦，这个事儿不值得哦，因为说实话，这不是我想学的。但那种教育观念里，如果你没去到那2所最好的学校，很多人生你就不能选了。当时特别想去北京人大学社会学，我妈说社会学你上什么人大学啊？你上社会上学。听妈在上海同济学计算机，我说那计算机为什么不在网吧里学？因为那种观念，小时候一直贯彻的叫必须好好学习，去大城市挣大钱。如果不好好学习，留在老家你就饿死。小时候深信不疑，直到自己真的来了上海，发现这事儿不对。因为我也可以好好学习，在大城市然后饿死。人只要想饿，在哪儿都能饿死。上海的消费更容易饿死。但说实话，刚考到上海那年，整个人还是沉浸在自己走出了那种小城市的幻境里边，觉得自己哎呀，哥们在上海打工干个3、5年就买房买车了，你们在老家什么东？直到今年过年回家参加了同学聚会，所有人除了我之外留在老家都买车，所有人在老家都是开车来的。同学聚会只有我一个人，零下30度走了2公里去的饭店。只有我一个人进饭店的时候，眼镜是上霜的。他们有车的人眼镜的霜拿雨刮器就刮掉了。这就是我们观念的区别。因为来上海奋斗的城市，你会觉得大学刚毕业，23岁开什么车？23岁在上海就奋斗，就该坐地铁。23岁不坐地铁，什么时候坐地铁？对吗？车对我来说应该是那个我在上海打拼了很多年，奋斗原始积累啊，最后中产了，追求车啊房啊，那是我奋斗的奖励。车应该拿地铁里程换。但在老家不一样，老家什么奋斗的奖励，你只要活到一定年龄阶段，爸爸妈妈就会给你买房买车，不是奋斗的奖励，算签到奖励。在线时长够可以了。确实不理解为什么在老家的朋友能生活的让我羡慕那么多，因为在我看来，他们很多人没有解决自己独立生活的问题，爸爸妈妈就把一切都给他安排好了，我羡慕至极。独立生活了吗？我说问一个哥们，我说哎，为什么买车？
和你们在上海不一样，这在老家，钱花不出去。我说钱花不出去啊，你发点假币呀、这句话让我醍醐灌顶，那一刻突然意识到，成年人的世界里不是那种完全的读书改变命运。再去考他们，没有人在乎了。问一个哥们儿，我说：“哎，交流电系统的发明者是谁？”他说：“不知道，去你的吧！”然后开着特斯拉就走了。讲到这儿，谢谢毛宇哥，拜拜。Hello，谢谢你们，我一定要把这腰背挺起来。我是南瓜，大家还记得我吗？对，我去年上了这个节目，希望被更多人认识我，现在都认不出我来了。我这半年减肥减了60多斤啊，减掉体重的1/3啊，变化比较大。你们时间长没见，觉得很惊讶，对吧？对，然后那种天天跟我在一起，在我身边的朋友，他不觉得我有什么变化，就像我的好朋友黑灯。他对我的声音很熟悉，我也很奇怪，我这瘦了60多斤了，我这陕北口音是没有一点变化的。我现在很难被人认出来啊！前2天走在一个商场，走着走着，听到后面2个人说：“真的是南瓜，真的是南瓜。”哎，我还挺好奇的，我回头一看，2个人在玩刮刮乐呢。我为了减肥啊，销声匿迹3、4个月没有见人啊，再次出来的时候一下子瘦了这么多，朋友们都不觉得我判若两人，他们都以为我判了2年。我的减肥方法在网上学习啊，偷学一些明星的减肥食谱，他们吃的特别的少，而且还经常断碳水啊，还能去正常的演出表演啊。我也断碳水，我也去演出啊，我要在演出现场吹唢呐。我这吹着吹着，这血糖上不来，差点把自己送走了。啊，但还好是坚持下来了，终于坚持下来，也是瘦下来了。今年终于可以在节目上穿自己心仪的衣服了。我真的特别的激动啊！我去年上节目啊，就每一次看到别的选手穿的漂漂亮亮、光鲜亮丽的，我每一次都穿马甲。我去年录了6次，穿了6次的马甲，朋友都叫我马六甲。就别人穿马甲，人家是时尚好看，人家也穿，就我一个骑手穿马甲太像来上班了。我进棚被保安难过好几次，说外卖不让进。去年总决赛我是到现场来当观众的，导演说可以随意穿搭，我很开心啊。我逛了很多商场、很多服装店，去挑了、试了很多衣服，没有一件适合我。我当时我就让导购推荐一下，导购说：“先生，你就适合那种运动户外、宽松带拉链的那种。”我说：“你想说马甲吗？”我感觉我整个青春都是马甲，我很难过。我下决心，我不甘心，我第2季一定要减下来，我一定要穿自己心仪的衣服，不能再穿马甲了。但我发现，我不管我多么努力，直到今天，我始终摆脱不了马甲的命运，因为我有马甲线了。算了，这样，咱这是脱口秀，不是脱秀啊！哎呀，不，这算了，这样会不会打马赛克呢？瘦下之后，你就感觉人就确实变化很大，我感觉我自己像重生了一把。我把自己的照片啊发在自媒体上，网友特别的，他是特别好，都夸我，夸得我特别激动。他们就叫什么南大。说南大什么青春南大学生，我热泪盈眶，我激动呀，因为我是中专学历，我没有上过大学，我上的技校，我考不上大学，我一直抬不起头，没想到现在减肥减出学历提升了。谢谢，我现在是我们宝鸡铁路技校毕业的第1个南大。对的。虽然学信网上查不到，但是小某书上都是承认的。谢谢你们，谢谢姐妹们。但减肥也不全是好事情，前2天就挺难过的。有一个品牌找到我，
他说他们的是个电瓶车的品牌，说他们老总很喜欢我，要跟我合作，私信我，我也很开心很激动啊。但见面的时候他们反悔了，他说你是谁呀？南瓜呢？我说我是南瓜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？跟节目上不一样。我们想合作的是那个黑黑的、胖胖的、土土的南瓜，你这样拒绝跟你合作，我也很难过，我人都傻了。我这半年天天挨饿，不好好吃饭，没想到换来的是没饭吃。但我也不后悔，为什么减了？因为我今年29岁了，再过几个月就要30岁了。回想到30岁之前全是那种肥胖油腻的形象，我本来可以习惯那种形象，直到有一天见到了10个晴天。他们就在我的面前跳舞，活力四射、青春洋溢的样子，我当时很难过。我说20多岁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呀，我不甘心，我一定要减。其实本来也没有那么努力啊，后来啊，有观众叫南大，在一声声南大中迷失了自己，硬逼着硬饿自己，一晚上大半夜饿得自己掉头发、胃溃疡、肠胃炎。我想喝奶茶，但是这个时候内心有个声音说：“南瓜坚持住，不能喝。”这个时候你要想象你到时候在舞台上那个美美的样子，我一次次的忍住了饥渴，这就是望美止渴吧。我朋友说，你也没必要这么忍着，你可以喝统一冲服无糖茶，真的好喝，一口冲服茶香倍儿足啊，喝了之后和南大一样冲服满面。真的，我终于坚持到现在了，终于在台上，就是现在我真的绷不住了。其实这回啊，我后台已经摆好了烧烤、炸鸡、汉堡、油泼面、biang biang面、刀削面。我一会下了台我就暴饮暴食，以后我就想吃什么吃什么。以后呀，可能还会变回那个黑黑的、胖胖的南瓜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以后点开爱奇艺，看到2025年夏天那个青春洋溢的南瓜，我也就很满足了。谢谢大家。OK， 我真的想不到有一天南瓜这个颜值能搞上擦边啊！就是啊，姐妹们，你们叫他好帅，你们吃点好的吧。求去了。南瓜刚才自己说到自己可能为了减肥，就是少吃了很多饭吧。今年，我希望你少吃那些饭，我吃。我要吃饭，我要上桌的。开始我今天正式的演出啊！大家好，我叫朱大强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我是一个就是比较容易生气、比较容易愤怒的人啊。我们女生生气多了的话，就会长很多的那种甲状腺结节、乳腺结节各种嘛。我每次就是一生闷气，就开始长那种乳腺结节。我把这个气发出来呢，开始长甲状腺结节。哎，我就感觉我好像一气呵成2种结节。哇，有点太多了。我就感觉我每天这些结节，就是你们胸腔这里长不下的，开始长到嗓子眼这里去。这什么？节节高升。然后嗓子眼这里长不下的结节呢，又掉到下面去，节节败退。然后在我体检的时候，医生跟我讲啊，说是90%的女人都会长结节的。哇，我就感觉如果这么高的比率都拥有结节的话，它就不应该再是一种疾病了，它应该成为一种新型的器官，对吧？而且我觉得如果都是女生来长的话，我们以后这个新器官给它叫一种新名字，我们以后叫它妇女节。我觉得我爱生气吧，这个东西完全也怨不得我，是因为我感觉每天我生活中那种看不顺眼的人有点太多了。哇，有些人真的在公众场合边界感有点太差了。我有次在那种餐厅里面吃饭啊，我隔壁桌有个哥们在那里猛抽烟，哇，抽烟抽到我感觉他要在我旁边那种原地升仙了，我就开始过去大声呵斥他，我说公众场合不可以抽烟的呀。他自己还气上了，他开始那种恶狠狠地瞪着我，然后一边瞪我吧，一边有点想放点狠话，我感觉他有点咽不下那口气，也有点咽不下那口烟。然后他开始拿着那个烟，恶狠狠地开始把那个烟攥灭在自己碗里的饭上。我有点看不懂，我说这是在用不吃碳水表达自己的愤怒吗？看不明白。我说有点太会愤怒了吧，感觉就是一种超弱的超雄，泰迪熊，还挺可爱的。哎，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想就是当狠人的话，他应该一边抽一边灭烟，一边把那个烟灭在自己的头上，对吧？一边抽烟一边烫头的，看起来就那种超绝狠人。哎，我真的很看不惯那种在公众场合乱抽烟的人啊！我唯一能接受人在公众场合冒烟的情况呢，就是他火化。哎，然后有时候觉得吧，抽烟就是一种慢速火化。
主要是对抽烟人的身体不好，二手烟也不好，他火化我陪葬。不喜欢，我都把所有在公众场合乱抽烟的人呢，我在背后亲切地把他们称呼为烟人。哎呀，我好恨烟人啊，真的。特别的那个烟人有时候走路走在我的前面，你就感觉他一路走一路排放尾气。我说这种人为什么不去走那个机动车道呢？对吧？你要走路走在我前面的话，你最好是寿命上也走在我前面。哇，这种路上走的也能接受。我最讨厌的是那种密闭空间内抽烟的那种啊！我有一次打上一个出租车啊，哇，那个司机在里面猛猛抽烟，我在后面很生气，我说烦死了，我说你一直抽什么烟呀？他说我抽软中华呀。谁问你了？我问了，就是哇，然后很烦，我就开始用各种借口跟他沟通嘛。后来发现各种借口都不管用，直到后面我跟他讲，我说我怀孕了，闻不了烟味，然后他才把那个烟吸掉。哎，我就感觉好像我怀了个人的时候，我才能被当个人尊重，我就感觉很悲凉。但是我后面就发现吧，我这个人，我感觉我也是那种母凭子贵了。我现在是一个熹贵妃，每天到处吸一些二手烟。母凭子贵。而且现在吧，我有时候会发现，就是怀孕对于劝阻抽烟来说，这个借口还蛮好用的。所以我现在就是那种随时随地乱怀孕。哎呀，我一出门就怀孕，一出门就怀孕，这个世界太危险了。我真的很讨厌，我觉得公众场合很多人都是那种完全不顾别人，只做自己的。我不知道大家有在地铁上见过那种有些那种男生吗？就是他一坐下就会把那个腿弹开。哇，真的很烦啊！就那种螃蟹男孩，那个左腿永远碰不到他的右腿。我不知道两腿之间空那么大的位置用来干什么呢？可能是用来存放自己虚无的男子气概吧。不理解。但有时候这种大男人坐姿真的会影响到我的，因为我有一天坐地铁哈，我旁边那个男士也是一坐下就把那个腿弹开了，而且他那个腿越弹越开，他有点太放得开了，哇，我就感觉他那个腿在和那个车一起开，往城市的边缘开，哇，然后他搞得我坐的位置开始越来越狭小嘛，我就想提醒一下他，我就开始翘二郎腿，我就翘一下踢他一脚，翘一下踢他一脚，哇，我真的每一脚都踢得巧妙又刻意。甚至吧，为了能够多踢他2脚，我还陪他多坐几个站。然后最后我跟他一起是同站下车的，我跟他一起下车的时候，他在那里问我，他说那个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呀？我说啊，还真有意思。哎，弄巧成拙，自找苦吃。他还在那里问我，他说那个，要不我们加个微信，没准我俩挺合得来的。合得来个啥呀？他自己2个腿都合不来。而且我真的感觉他自己2条腿已经构成了一种开放式关系了，太 open 了。不是很想加入，我也不喜欢这种随时随地会劈腿的男的。不喜欢，我也不喜欢异地恋，以后见他的另一条腿还得去隔壁车厢。不喜欢。而且还有一些那种，我觉得他们都不是把那种公众场合当自己家客厅随便坐了，是把公众场合当自己家厕所，随地小便。就那种深夜街头啊，什么街道那种路灯，然后行道树都是他们的什么小众打卡点。他每天在那里随时随地标记自己的生活。觉得吧，如果他有个柱子就可以的话，我们不如以后就把那种男厕里面那种1排小便池，我们就换成一个小柱子，对吧？啊，俗话说得好，8个好汉1个装嘛。够了，他们够用了。然后我们就把那种省出来的空间全部拿去盖女厕，对吧？这样以后我们上女厕也不用每天在排队了，然后看着空空荡荡的男厕，啊，以后大家都方便了。有时候感觉吧，就其实那种随地小便，从古至今都是会受惩罚的。你们知道那个孙悟空就是因为尿在如来手上，对吧？一开始我感觉他大闹天宫完，如来本来想着要不关他15天算了，后面怎么抬手一看，怎么他上厕所，我洗手呀？哇，好脏呀！反手就是一个镇压，对吧？
我觉得这种镇压力度还是不够啊，现在还是老能看到。我以前在那种酒吧门口看到2个男的喝多了，那个酒吧门口有个大柳树，2个男的出来就开始对着那个柳树开始滋了。我路过以后在那里很生气，我说你们2个干什么？其中有一个就喝大了，但是他很有礼貌，他开始跟我道歉，他说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然后说着说着不好意思，他就转过来了。我说收起来呀。哎，然后之前讲完这个随地小便的段子啊，有一个观众姐妹特别可爱，她有天在那个微博上给我发私信，她说大强，你讲这个段子我太有共鸣了，我今天也遇到一个男的随地小便，然后啪给我发了一张照片。我有点看懵了，我至今都不知道那个姐妹是距离多近去拍的那张照片啊，因为她那个照片刚发给我，我点开就变成灰色消失了。姐妹勇啊！我就希望这种现象也跟那个网上一样吧，生活中也可以尽快变成灰色消失。哎，谢谢大家，我是朱大强，讲到这里。好，同学们上课了啊！我呢是一个高中的班主任，给大家稍微公布一下我的教龄啊。好，从9月1号到现在，咱们也是教了1个学期了。哎，我整个人长得就特别不像一个新的老师，整个人湿气特别重。我以前上学的时候，身边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以后该干什么了，就去考一张教资。我不知道自己以后该干什么了，我一照镜子，哎，就差一张教资了。很多新的老师，他们的身份呢，从学生转到老师，特别不适应，觉得自己讲话太客气了，镇不住学生。在我这儿从来没有这个问题。我的室友呢，他也是一个新的老师，他特别紧张，因为他长得比较稚嫩。他开学之前呢，就在网上一直在搜新教师攻略。他甚至还去搜了新教师发火逐字稿。我说你现在不光身上有学生气，每天还要上网学生气。而他上网找了很多老师的这种经典语录，他找了以后呢，不管不顾，直接往班里边就带，一进去就你们就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。哎，我说有没有可能他们是你带的唯一的一届呢？我就跟他说，你不要整那些没有用的，浪费时间。我告诉你我怎么做的。我开学第1天一进班，什么都没说，我就抱着手在讲台上站了2分钟，我就看，一直看，看到后来我们班最后一排一个男生那纸突然掉地上了，我轻轻说了4个字：下不为例啊。哎，就那一瞬间，我看到我们班小孩的表情，我就知道，老娘天生就是干这个的。我后来感觉啊，当了半年老师以后，为人师表的表在我这儿大概是表面的表。说实话，现在教学水平有点配不上我的长相了。哎，我们班小孩老跟我说，老师这个不会那不会，在班里边特别紧张。我说你们紧张什么？我跟你们一样紧张。很多知识点，老师就比你们早知道1天而已。有很多很有经验的老师，生怕自己讲太慢了，考试之前讲不完。我生怕自己讲太快了，因为真的多1分钟我都没有了。我现在最讨厌就那种提前预习的小孩儿，非要问我下一个单元的问题。我讲什么你就听什么，哪儿那么多问题呀？你一个人这样超前1分钟，40个人超前40分钟。这节课上自习吧，根本就上不了这课。而且我跟你们说一个老师的小秘诀啊，我觉得特别好用，就是遇到任何事情咱们不要慌，千万不能让学生看到你脆弱的一面。哎，有一次我上课上到一半，我们班小孩直接指出，老师你这 PPT 里面好像写错了。哎，我面不改色心不跳，我说啊是吗？只有他一个人看出来了吗？老师觉得很失望，很失望。一定要稳住，一定要稳住。而且你自己立了一些规矩以后呢，自己就不能再犯了。我上个月跟我们班小孩说，不要把你那奶茶往班里带，
那我奶茶现在怎么办呢？我现在每天都灌到保温杯里边就进班了。我们班小孩一看我，我也很心虚，我直接就上着课突然喝一口，珍珠进嘴了，嚼不嚼呢？哎，我经过我们班小孩听他们在那议论我，我听得特别清楚。他们说现在老师是不是压力有点太大了？怎么老在这生嚼茶叶呢？但我上了几个月的班以后呢，我发现我整个人湿气有点侵体了，整个人这个行为方式跟思考的方式有点不太一样了。比如说我小的时候，我最喜欢看的电影就是《哈利波特》，我觉得哈利波特是这个世界上最勇敢、最自由的人。但是现在哈利波特重映了，我又去看，我坐在观众席，我脑子里就一个想法：谁要当他班主任，真倒了8辈子大血霉了。我从电影院一出来，我给我同事打电话骂了半个小时。我说他想干什么呀？啊，整天逃课打老师，真当自己是小英雄呢。为什么当时我那么生气？我说真的，有点共情斯内普了。哎，你别看斯内普长那样，没准教龄就2年。我现在除了想法，我行为上也有很大的这个变化。有一次我在剧场演出，演到一半，坐第1排那女生手机突然响，你别害怕啊。我手机突然响了，我都不是被她那个手机铃声打断，我忘词儿了，我上去就，差点把人手机当场给没收了。还有刚刚气氛组，就是拍灯之前没有举手。夸过我，夸过我。而且我现在去过的演出，我演完了以后，那场子热不热、好不好笑，咱不知道，但一般秩序都非常好。甚至还有演员朋友就跑过来跟我说：“哎，多少老师，您在讲，就我们在讲的时候，您能不能不要在后台那扒着门缝看我们？我们很紧张。”我说：“你讲那么差，我看一眼怎么了？这么不幽默，下不为例啊！”我今天其实跟大家讲这么多呢，还是想跟大家说，就是老师呢也是活人，就我们下了课以后呢，也是会讲讲开放麦呀，喝喝奶茶什么的。所以呢，如果有我的学生在看我的这个演出呢，我还是想跟你们说一声，作业写完了吗？看什么呀？我今天先讲这么多吧，因为多1分钟老师也没有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墩儿。好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谢谢。谢谢你们。我今天也想聊聊我的高中，我来和你们站到一起了。我高中是在河北衡水中学上的，对，所以我起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从那个地方活着出来，我心存感激。而且今天也很开心，能和墩儿老师在单口的舞台上 PK。完成了一个我从衡中到现在一直没有实现的心愿，跟老师犟嘴。我非常紧张，当时在衡中真不敢犟。衡中是一个很卷的学校，卷到教室后面贴着条幅，上面写着只要学不死，就往死里学，传播度非常广。我觉得这个标语很荒谬啊。我为什么要往死里学呢？我不应该往清华北大里学吗？衡中很会营造一种卷的氛围，一入学就让我们写自己的目标大学贴到墙上。我当时写了同济大学计算机系。真的假的？那是一个我非常向往的高校。但是老师看到以后，他质问我说：“你是不是不想学了？”你要不现在去网吧吧？让我改成北京大学，我不敢犟嘴，真改了。但是衡中确实出成绩，后来还真的考上了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谢谢你们。刚才墩儿老师是清华的，我是北大的，清北学生到底会干啥？
会搞笑，这。我一般在外面做自我介绍，如果我不说我是衡中的，我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，就有人觉得说，哎，你装什么？但一旦我说我是衡中的，他们就辛苦了。哎，活该你上北大。确实很辛苦，衡中当时时间管理很严，我们都没有时间洗澡，有的同学1个月才能洗1次澡。那个时候班里面味儿贼大，尤其是重点班，班味儿有点重。就当时在教室里待久了，我们得去厕所透透气儿。当时衡中这种严格的管理，依靠于它严苛的校规校纪，比如当时要求我们早读课要大声朗读，比如说背英语单词，comedy， 我们就得 comedy。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大声，我觉得我背书背过就行呗。你那么大声，分数没上去，分贝上去了。我一开始觉得大声背书这个方法特别俗，后来想了想，其实挺雅的，那背一会儿就哑了。但是没有办法，衡中还要搞那种早读评比，拿个分贝仪去每个班测音量，就导致在衡中待久了，逼得我现在嗓门贼大。就怎么说呢？我其实可以不用麦的，其实。我的妈呀！然后当时还有一些那种禁止谈恋爱的校规校纪，但是在衡中啊，我们不用谈上恋爱，就可以被抓。因为衡中有一项罪名叫做男女生非正常接触。你看他这个用词，他就很赛博朋克。非正常接触，感觉谈了个外星人。范围包括男女肢体接触、男女同桌吃饭、男女并排行走。我寻思这些都是非正常接触，那啥是正常接触啊？操场上亲嘴儿。还是双方家长先见个面啊？当时处罚力度是回家反思4周。我不是很理解，我觉得我要在衡中谈恋爱，顶多也就偷摸传个小纸条。你要上我回家反思，我俩可就逛街去了。当时衡中有那种老师，他专门负责查违纪，每天就往他那个电脑前面一坐，拿个高清摄像头看有没有人谈恋爱。哼。恋综观察员，他要是去当恋综观察员，那嘉宾来一对成一对，就在他眼里干点啥都是想谈恋爱。我当时比较爱干净，我宁愿不吃饭也要挤时间洗澡，就因为身上没有臭味儿。德育主任质问我，说你最近是不是谈恋爱了？天天洗澡。肯定是为了招女生喜欢。我说老师，有没有可能我洗澡不是为了女生？我是为了卫生。不洗澡我身上痒痒。老师说身上痒痒，我看你是心里痒痒。当时德育主任还负责查自习。然后他检查的指标是抬头率，就是在一间安静自习教室里，德育主任会从教室前门推门而入，看有谁抬头看他。如果你抬头看他，你就是没有学进去。我说老师，有没有可能你不进来，我已经学进去了？就当时我们大家都知道门开了，但为了避免违纪，硬不抬头，这个东西需要的意志力，比你抬头看一眼还分神儿。我有一次正做着作业呢，突然老师推门进来，我嘎一走神，算出来李白是个等边三角形。就李白要是在我们衡中上的高中，他也当不了诗人，他望不着明月。他举头只能望主任，然后主任让他低头回故乡反思1周。我当时看过一些
犯罪电影里面描绘的那种校园枪击案。我说在衡中都不可能发生，罪犯都没有体验感。你们想象一下，一个变态枪手扛着 AK-47踹门而入，没人。他准备好享受我们的惊恐与尖叫带给他的变态快感，然后他发现没有一个人抬头看他，罪犯都吓坏了，赶紧拿枪指着我们大喊，说 freeze， 我们 FREEZE。他永远不会理解为什么我们被人拿枪指着还能学习。我们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。好，讲到这，谢谢大家。